刘锡坤扬言要用云峰导弹攻击北京，对此大陆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压制措施。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热闹举办之际，被中国大陆定性为顽固台独分子的刘锡坤不甘寂寞，公然通过台湾海外网对大陆发出了军事挑衅性的言论。刘锡坤以防卫意识是护台良方、俄乌战争的启示为题发表演讲，透露台军正在发展的云峰导弹已经量产，具有攻击北京的能力，警告大陆攻台前先要三思。然而2天后，刘锡坤又改口称自己的意思不是这样，云峰导弹已量产的说法是看媒体报道，强调自己要表达的是和平才会幸福。外界估计刘锡坤受到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敲打，否则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认怂。据介绍，云峰导弹为一种地对地的巡航导弹，最远射程可达1200公里，增程型号据称能够达到2000公里，其最大飞行速度为每秒1030米，属于高雅音速。这款导弹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秘密研制，并且将其发射试验隐藏在雄风3的试验专案中。从2014年起，该型导弹投入使用，到2019年8月，已经生产了大约20枚以及10个移动式的发射平台。台湾的军事专家表示，云峰导弹不仅可以避开多数防空导弹的拦截，而且有助于台湾军队实施多层下组、源头打击、决战境外的战略，将防御和攻击的范围向外推。就射程而言，这种巡航导弹能威胁到大陆附近的2线机场，或者是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阵地等等。这是台独分子和台湾专家的评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客观地看待云峰导弹的威胁呢？首先，台军有可能将云峰导弹机动部署，甚至配备在台湾东部地区，其生成能力要比其他的大型武器平台要相对好一些。我们需要重视云峰导弹构成的威胁，更要注意台军有可能把这一类可以预先设定飞行路线的巡航导弹部署到中央山脉以东的位置，以提升其在开战前被大陆导弹摧毁的概率。其次，云峰导弹的射程相对较远，必然会给解放军带来宽大正面的防御问题，增加对大陆2线军事目标的威胁。如果其射程真的有2000公里，台军就可以为导弹设定更为灵活的突防路径，这需要解放军在长达几千公里的防线上配备相应的防御力量，必然会牵制我们的作战兵力。此外，云峰导弹是一种具备低空突防能力的高雅音速巡航导弹，地面防空武器系统对这类目标的发现距离、拦截范围都比较小，需要一众战斗机和末端反导武器对其进行搜索、跟踪和拦截，这在战术层面上也有着一定的挑战性。那么，如何应对这类导弹的威胁呢？其实，解放军对于如何消灭对方巡航导弹的研究也不是1天2天了，早就拥有必要的能力。因为美军对我国的威胁主要也是来自于巡航导弹。一般而言，打击和拦截巡航导弹需要发展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建立起对低空突防目标无死角的预警探测能力。对付台军的云峰导弹，核心就是增大对低空目标的多手段探测，比如加强预警机力量的建设，特别是无人预警机的发展，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对巡航导弹的威胁进行预警。第二，增加对付台湾东部地区目标的作战力量部署，对台军在台湾东部地区发射的巡航导弹要做到早发现、早预警。如果在台湾东部海域有我们的航母战斗群，那么台军发射的高雅音速巡航导弹就不会有太大的隐蔽性。第三，要增加拦截导弹网的布防密度和战斗机的巡航密度。拦截巡航导弹最好的作战样式是摧毁其发射阵地和发射车，通过侦察卫星、无人侦察机等手段提前掌握其导弹发射阵地的位置，一旦开打，迅速采取精确打击的方式将巡航导弹发射车等目标消灭掉。如果敌方的巡航导弹已经发射，最好的拦截方式呢，就是用战斗机发射空导弹，对其实施尽早的拦截。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重点目标区域布设末端防空系统，做到多层防御和拦截。总体而言，云峰巡航导弹对中国大陆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做到早预警，就完全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拦截。
尤其坤等台独分子企图靠一两款性能普通的巡航导弹以武拒统，可以说是痴心妄想，最终将落得个被消灭的下场。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